我是云飞。咱做自媒体那么久，接触手机也都非常久了，大家也知道的，我是从小米10 Pro 这个阶段过来做视频的。而我就在想，现在我手机都到了小米14了，下个月或许小米15都发布了。4年过去，钉子户小米10 Pro 和现在100万销量的小米14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我们的手机历时4年升级了什么？有多少人还在使用小米10 Pro？ 可以举个手。手机行业最近的进步好像就是到达了瓶颈，毕竟我是经历过从功能机到半智能，而后到全智能。最近几年手机的更新已经没有那么多惊喜了，都是在使劲的追性能，但我们实际上用到的有那么多吗？最近都更新了些什么？那么点收藏，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的区别在哪里，有没有你想的那么大？首先变化比较大的就是在外观方面，正面的摄像头在小米12从左上角的小洞换到了居中。背部也是经过了11、12、13的演化，形成了数字旗舰的徕卡式语言。镜头从一开始10 Pro 探索出来的4颗，稳定到了现在旗舰14的3颗，影像旗舰14 Ultra 的4颗。是的，小米10 Pro 我们就已经有了4颗镜头，超广角、主摄2倍、5倍。其实这个配置已经都是非常全面的了。过后我们也来对比一下它们的实际区别。而配置方面，屏幕10 Pro 最高是90赫兹的刷新率，14是120赫兹，芯片一个是骁龙865，一个是8根3，一样的屏幕指纹方案，一样有 NFC 红外无线充电。电池容量方面也没有啥太大的变化，似乎在配置方面，我们在4年前用的就是现在这些已经很不错的硬件了，一些基础的功能也都 OK， 系统上也没有出现什么革命性的改变。那么我们在2024年来做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比较，来看看现在实际使用上它们会有什么区别啊？这里我们就使用简单的几个软件一起来对比一下，然后我这里还把我之前买的这个 Mix 2S 一起放进来对比一下，因为有3个机子嘛，这样的数据量会更大一点。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实际打开这8个应用的一个情况啊，都直接清空所有的后台。好。其实也都是非常快的。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卡住最久的并不是淘宝、天猫这些啊，反而是酷啊。这就很那个什么。小米14的话就几乎是秒开。好，其实即使是现在的 Mix 2S， 它也可以胜任一些简单的操作啊，没有到那种我们完全觉得非常卡的那种地步。其实我感觉下来，10 Pro 这样的配置使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算是4年前的手机，我们也没有远到用不了的状态。而14快那么多的应用体验，确实也很爽。不过各大应用如果没有搞那么多臃肿的功能，这个差距会更小那么一点。毕竟不是所有的软件都需要短视频模块、商城模块。如果应用干净的话，在日常使用上，其实我觉得用以前的手机也完全没有问题。不过这样手机估计就更难卖出去了。你觉得小米14能成为下一代钉子户吗？是不是还挺值得入手的？刚好拼多多100亿补贴，秋季换新，数码爆款限时直降。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点击图片或者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就能直达活动会场。不仅有小米14补贴后最低只要3428元，比官网便宜了整整1171元。现在入手超值好价，还有华为 P2 70补贴后最低只要4636元，比官网便宜了836元，下单立省，买了就赚到。另外，红米 K70超值性价比，现在补贴后最低只要2068元，比官网便宜了231元，省下的全是真金白银。除此之外 ，iPhone 16系列至高直降1000元，iPhone 16官网价5999元起，
百亿补贴价539元起，买 iPhone 16就上拼多多百亿补贴，这个力度新品补贴简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并且拼多多百亿补贴每件商品都有假一赔10加正品险的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买。最近希望更新手机或者数码配件的朋友，欢迎来拼多多百亿补贴比比价，超值性价比，值得你选择。性能方面的差距肯定是大的，那么拍照方面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我们来看它的第一张照片啊，这个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它就是一个色调的一个变化。小米14，它不管是上一张还是这一张，它都是会更加偏向于那种氛围感，所谓的氛围感啊。然后小米10 Pro 的话，它拍的颜色拍出来就会更素，它白色的还原其实挺准的，但是你放在这里和小米14一对比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不是就有一点，这个氛围感不足，就有一点偏白了。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2倍焦段的一个变化啊，2倍焦段其实它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它的5倍其实在近距离下它是不如小米3.2倍放大的这个。然后在后面我们来仔细的对比一下它的一个细节，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个细节上似乎，咱们小米10 Pro 也没有差多少，对吧？细节上它是 OK 的，它主要是一个色调、色温和这个氛围感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小米14的氛围感表现是真的非常好。我们看相比较来说，肯定是小米14，我们的这个食欲感会更强一点，而小米10 Pro 呢，它就会更素，它就是像是这个灯光的显色指数不那么高所致的那种素啊，就是它不好看，但是它细节是在的，但是它就是不好看。相比于14来说，14的话，它这个徕卡的加成，它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的。而到了室外，我们发现依然是这样一种情况啊，小米14它氛围感是会更强，但是如果我们切换到了中焦以及长焦的话，其实小米10 Pro 因为有5倍的这个焦段嘛，所以它拍摄一些5倍的照片来说，这个细节上是会比小米14要好的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氛围感是有差距的啊，所以光感上来说，还是小米的光感会好一点。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甚至于咱们小米10 Pro， 它这个颜色的刚劲程度会比小米14要好。拍照方面，其实小米10 Pro 的画质依然是非常不错的。小米14更多的是在色温、色调的识别上更准确，出片更讨喜。然后就是在处理上，我们会明显感觉到10 Pro 的速度会慢上一些。而视频方面，过了4年，差距确实会比较明显。我们也来仔细的看一下。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视频录制能力啊，就是在街道上正常的用一个画面，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他们的一个感觉。其实这个我觉得小米10 Pro 它这个视频能力其实也不差了。至少在屏幕上，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现在是小米10 Pro 超广角模式，就是 0.6 倍。这个是小米14的 0.6 倍。现在是小米10 Pro 主摄 4K 60帧。现在是小米14的主摄 4K 60帧。现在是小米10 Pro 它这个2倍镜头。但其实它这个2倍的话，它是用主摄裁切的2倍啊。这个是小米14的 3.2 倍。小米14是3颗镜头都可以处理 4K 60帧的视频了，这点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而且拍摄的质量也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我们仔细体验下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现在依然会有很多钉子户手机？一方面是现在手机的升级确实没有什么革命性的改变，除了性能、储存、电池这些硬件的东西之外，没啥必须要换的东西。另一方面，以前的一些钉子户手机目前依然是可以应对我们绝大部分的使用场景。如果你不是追求最新，使用上也没有觉得有啥毛病的话，其实用也没有什么问题。新一代的手机在本质上并不会和老手机有巨大的差别，无非就是更快了、更流畅，系统更新一点。
拍照速度更快，环境识别更准确，出片率更高。我觉得就是80分和95分的这种差别。看你会不会因为这些点触动，从而想要购买一台新的手机。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多少钱办多少事。我们可以用几年前的手机，也可以购买最新的旗舰，看你的需求呗。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以前我会买性价比高的上一代旗舰，现在我会买最新的旗舰。一方面是做视频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也想知道最新的产品它更新了什么东西。那么你们说下一代的智能手机会是什么样呢？会在哪些方面做出创新呢？我应该会在10月份冲新的小米15，如果有的话，记得多多支持。别忘了拼多多搜索88400，或者点击评论区的链接，享受更多百亿补贴折扣福利。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